新婚夜，我那老公竟然带着小三私奔出国了。哼哼，以为我会哭吗？想太多了。扭头就包养了一个俊美无双的小白脸。来吧，大家一起快活。不过小白脸居然是金圈太子爷。再来一轮。男人的声音低沉又带着些许沙哑，这声音简直是要了命，带着未消散的欲望，像一把无形的刀，轻轻地划过我的心。任悠然环视四周，眼前的场景可谓是战后遗址。地板上散落着西装和撕裂的蕾丝内衣，还有那条被撕成碎片的连衣裙，甚至在沙发底下还可以看到被踢飞的高跟鞋。这一切都在向我诉说着刚才的酣畅淋漓。别累了，任悠然淡定地拒绝。这男人的体力真是越来越好了，刚才我差点就忍不住喊停。话虽这么说，我还是不客气地用小手在他的腹肌上摩擦了下。男人立刻抓住我作乱的小手，声音低沉却依旧带着磁性。别调皮，万一我忍不住怎么办？我忍不住笑了。我的笑容本就勾人心魂，尤其是此刻，黑眸如星，红唇如火，一头黑色大波浪披在雪白的后背，皮肤白得像凝脂，红唇微勾，眼角的泪痣轻轻移动，简直就像是现世的妲己。这一笑，连我自己都觉得似乎勾了人的魂魄。男人愣了一下，眼里闪过一丝不明的火光，忍不住又想扑上来继续吃干抹净。别这么小气嘛，以后可摸不到了，我会很想念的。我还是笑嘻嘻的。然而男人突然神情一僵，脸色也冷了下来。什么意思啊？我起身迅速穿好衣服，像是变戏法一样，从包里拿出一张支票，走到他身边。宝贝，这里是500万，给你的赔偿，当然这栋别墅也算是我的心意。我把支票塞到他手里，他却一脸懵，完全没有开心的样子。任悠然，你是打算甩了我？男人的声音低得吓人，压抑着愤怒。我依旧面带微笑，温柔地捏了捏他的下巴，给了他一个亲吻。我老公回来了，不能再继续浪下去了，这段缘分就到此为止吧。男人的脸色愈加阴沉，我却依然微笑。这段缘分就到此为止吧。男人的脸色愈加阴沉，我却依然微笑，亲了下他的实唇。乖，如果以后有难处，随时给我打电话。说完，我拿着包包，潇洒地转身离开。走了2步，突然从房间里传来一声巨响，东西摔碎的声音。我没停脚步，脸上挂着一丝淡淡的微笑。任悠然只不过是叹了口气，嘴角挂着一丝我真没办法的笑容。3年真心没见着，假意倒是满满的。这种没有任何预兆的劈腿式分手，简直让人有点懵逼。从别墅走出来，任悠然直接跳进车里，发了力气直奔机场。她的丈夫厉文川带着小三温婉出国3年，终于在家族的高压下回国了。任悠然，我们虽是青梅竹马，交往了2年，但说实话，我对你一点感觉都没有。我喜欢的是温婉，要不是爷爷一再催促，我连结婚都不会考虑你。放心，我不会碰你，这也是我对温婉的承诺。我能给你的，也就只有厉太太这个头衔。如果你觉得寂寞，可以去找个男朋友，我完全不干涉。当然，你也别管我和温婉的事。这话是新婚之夜厉文川信誓旦旦说的。虽然已经3年过去了，但他的每一句话，任悠然都记得清清楚楚，像是刻在了心里。任家和厉家交情深厚，2家3代人几乎都是铁哥们。到了他和厉文川这一代，2家在婴儿时期就已经为他们定了娃娃亲。从小2人就像连体婴一样，寒暑假交换着住在对方家里。他们的关系一直不错，甚至大学时还自然而然地交往了。直到温婉出现，说起来，温婉的到来还是他任悠然亲自推波助澜的。温婉是他高中的同学，出身贫困，性格有点内向，但成绩优秀，堪称贵族学校唯一的保送生。他就像一只小白兔跑进了猛兽圈，每天都被那些傲娇的富家子弟欺负。这时候任悠然就像个超级英雄一样，一次次为他撑腰，甚至为了他和人打架。2人从那时起成了最好的朋友。后来温婉还和他一起考入了同一所大学。作为她高中时的闺蜜，温婉和厉文川自然也很熟悉。不过那个时候，厉文川和温婉之间真的是没那回事。直到大2暑假的时候，任悠然和厉文川一起报了学校组织的江令营活动。出发前，任悠然脚崴了，不得已将名额让给了温婉。原本她不想去，厉文川也不打算去，但任悠然怕温婉一个人去被欺负，硬是拉着厉文川一起照顾她。结果呢，照顾着照顾着，2人就顺理成章地走到一起了。偏偏那个暑假，任悠然迎来了人生的最大打击，任笑笑回来了。人生的低谷，厉文川竟然在这时提出分手，还直言要和温婉在一起。他简直被这连环暴击打懵了，整个人快崩溃。于是他做了个傻事，割腕了。不过幸好没死成，却也没想到这一举动让一切都变了。厉文川的父母和爷爷心疼的不行，毕竟任悠然从小就是他们眼里的儿媳妇。结果厉老爷子动用了家族的股份，威胁厉文川，逼着他和任悠然结婚。可是2个月后，厉文川就申请了去耶鲁的交换生名额，带着温婉一起去了美国。从此3年的分别开始了。车子开停在机场外，任悠然的思绪也迅速回归到现实。今天是老爷子安排他来接厉文川的。他抬腕看了看手表，时间刚好，
丝毫不差。抬头一看，果然厉文川带着行李箱，神采奕奕地从机场大厅走了出来。他穿着一袭白衬衫、黑色西裤，面容俊朗，气质非凡。那种高贵优雅的气息，就像是世家子弟的天然属性，举手投足间简直是一幅活生生的油画。可是，本来温润的那张脸，在看到任悠然的瞬间，骤然沉了下去。任悠然笑了笑，毫不见外地打开车门，优雅地走了过去。老公，好久不见，别来无恙。他的笑容明媚灿烂，仿佛阳光洒进了冰冷的冬天。作为播音主持出身的他，声音本来就好听得不得了，这会儿故意带上了一点点嗲意，简直如同毒蜜一样，甜美的让人不忍拒绝。周围的人情不自禁地多看了他2眼，心底泛起一丝羡慕，似乎都在想，这女人的丈夫真是福气不浅。厉文川看着眼前的女人，眉头紧皱，神情愈发冷淡。今天的任悠然果真不同以往，仿佛是为了见他特意打扮过一样。3年前那个素颜出门、清新可人的女孩，现在变得光鲜亮丽，妆容精致，头发烫成了大波浪，身上挂着的名牌似乎在告诉所有人，她的生活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单纯的女孩了。别叫我老公。厉文川声音冷得像一根冰棍，直接撇开了视线，看向了身旁一身白裙的女人。任悠然早在下车前就注意到了她，温婉果然是跟着厉文川一起来了。温婉穿着一条宽松的白色长裙，简单清新，看似素净，实际上小脸粉嫩，双眼如水，天生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毫不费力地吸引着周围的注意。她一手挽着厉文川的胳膊，另一只手不经意地抚上了微微隆起的小腹，这个动作简直再明显不过，完全是在告诉世界她怀孕了。任悠然笑得更加明艳，温婉，你这是怀孕了？她这话说得轻描淡写，却让温婉瞬间脸色惨白。温婉慌忙低下头，眼神中透露出一丝不安。悠然，对不起，这真的是个意外。她的语气带着一种无法言喻的惋惜，眼眶里的泪水似乎要随时掉下来，简直像是任悠然做了什么大坏事似的。真是好笑。任悠然的表情没有丝毫波动，依旧是那副温暖的笑。那真是恭喜2位了。旁人看到这一幕，还以为是朋友间的真诚道贺，只有任悠然明白这其中的讽刺意味。不过3年过去了，他已经不再是那个曾经的傻白甜了。悠然，我可以生下这个孩子吗？温婉的声音低得几乎不可闻，像是卑微的祈求。果然，这一招对厉文川非常管用。温婉，你不用跟他解释，这孩子是我们2个的，难道还要征求他的意见？厉文川怒视着任悠然，眼神像是他做了什么亏心事。他不过是一句恭喜，就成了他怒视的对象，简直是个笑话。任悠然嗤笑一声，生辈都是一家人，见外什么？这都什么年代了，小妾替家里开枝散叶，反倒是好事一桩。等到孩子出生，记得叫我一声妈，我可不想错过做奶奶的机会。任悠然，你胡说八道什么？厉文川怒气冲冲地吼道。任悠然笑得更加欢，哎呀，开个玩笑，别这么利索嘛，生活都这么有戏，怎么能不晚点呢？他看了看车窗外，爷爷让我接你回老宅，你是跟我走还是跟他走？厉文川沉默了几秒，然后默默地把行李箱放进了任悠然的后备箱。先送我们去大酒店。任悠然点了点头，显得很配合，然后将他们送到了大酒店门口。厉文川一直忙着安顿温婉，前后折腾了半个小时。等他终于把一切安排好，再次上了任悠然的车，依旧坐在后座，仿佛要和他保持神圣不可侵犯的距离。车子再次融入了城市的车流中，不远处霓虹灯开始闪烁，夜幕悄然降临。这么喜欢他，怎么让他住酒店？现在他怀了孩子，母凭子贵，怎么也得送几栋别墅吧。厉文川的语气冷得像冰，压抑的怒火隐隐透出。任悠然，你这是故意挑衅是不是？任悠然笑得像一朵盛开的花，对不起，对不起，我忘了你名下没有一处房产。他的话音轻巧，却深藏锋利，因为从任悠然上幼儿园开始，厉家给厉文川买的每一处房产，名下都写的是任悠然的名字。他的房产遍布各地，别墅数不胜数，商铺更是堆积如山，几乎都是无形的财富。反而厉文川手里什么都没有。不过，厉文川身为厉家唯一的继承人，厉氏的股份倒是牢牢地握在他手里。他从进车后座的那一刻起，就一直在观察任悠然。他的笑容明明像是带着几分无所谓的悠然，实际上却没有一丝掩饰他心里的不快。从小一起长大，厉文川再清楚不过，这个女人外表再如何轻松自在，心底其实是个记仇的主。想必看到温婉肚子里的孩子，已经彻底激怒了他。于是他开始故意用调侃的语气，开起了阴阳怪气的玩笑，或者是在用厉家的家产捏他一把。厉文川的眼神变得更冷了。任悠然，别再欺负温婉，更别妄想我回到你身边。他盯着他，厉家给你的那些，我不会挣，那是我对你的补偿。但如果你真的觉得还能从我这里拿更多，就别怪我不客气。厉太太这个头衔，我是会收回来的。任悠然没有立刻反驳，而是轻轻地正了正脸色，突然变得利索。厉文川，我们离婚吧。不，确切地说，应该是分手。厉文川的脸色骤然冷到了极点，像是冰霜覆盖的湖面，冷得让人心底发毛。任悠然，你在威胁我？他心里清楚，
任悠然不可能真的想离婚，毕竟他的处境他比谁都明白。任家，他是回不去了。而且，曾经他为了他几乎什么都做了，包括那个割腕自杀的戏码。3年不联系，他从未提过离婚，可现在居然说出了这句话。他几乎能猜到，这一定是因为温婉怀孕，刺激的他心态崩塌，才想以此逼迫他做出选择。任悠然轻笑：“我不是危险，只是想通了。刚结婚的时候，我以为你会回心转意，后来你离开了，我守着厉太太这个头衔，也不过是跟温婉较劲。但是现在，我突然觉得没意思了。”摊了摊手，温婉怀孕了，孩子无辜，我也不想占着这个位置，耽误你们一家3口团聚。3年前，任悠然年轻气盛，心里有一股被背叛的怨气。嫁给厉文川，除了家族之间的压力，她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不愿意轻易放过这2个曾经伤害她的人。但3年过去了，她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3年，她过得并不算委屈，反而越来越明白自己的心意。她不再愿意将自己的一生困在这段名不副实的婚姻里，浪费时间和精力。厉文川透过后视镜冷冷地盯着任悠然，他的话让他更加确认了自己的猜测，这女人的心已经不再属于他。任悠然，你真心这么想吗？当年你不是为了我割腕自杀吗？现在怎么这么容易就想通了？任悠然的眼色一暗，提起那段往事，他的情绪瞬间有些凝滞，但他很快就恢复了镇定，抚了抚散在肩头的发丝，五指随意插入其中，微微抬头，带着一种从容的风情。你不同意就算了。他又露出了那副慵懒的笑容，仿佛整个世界都不值他动怒。如果你不愿意，我也没关系。厉文川的脸色愈加难看，他冷哼一声，终于将视线从他倾城的脸庞移开。但他心里清楚，任悠然的这句话像是一把匕首，插进了他心里。他一提离婚，他竟莫名其妙的生气了，简直让人摸不着头脑。刚才那一瞬间，他的心脏像是被人用大钳子夹住了，痛得他差点没蹦起来。他还以为他真要离婚，结果真是小看他，知道他不过是用这种方式试探他，心里的厌烦感又加深了一点。任悠然，你真是个没救了。这话任悠然已经第2次从厉文川嘴里听到。第一次是在那个夏令营回来之后，厉文川突然跟他坦白他和温婉在一起了。他猛了5秒，然后扑上去狂扇了温婉几个耳光。厉文川直接把他从温婉身上拉了起来，气得跟他说分手。气急的任悠然差点没喷出血来，怒吼道：分手？休想！我任悠然就是下地狱也得拖着你们俩一起。那时候厉文川骂他贱，那一刀子直戳心脏，刺得他整整3年夜里做梦都在疼。可久了他也麻木了，伤口也结了厚厚的痂，仿佛有了盔甲。如今再听到他骂他，竟然毫无波澜，从此心脏无动于衷，哪怕他骂他千百次。终于到了厉家老宅，2人刚下车便看见厉母兰佩站在门口，脸上的表情不像3年没见儿子的母亲，倒更像是当场挖出个祖坟的样子。他一见厉文川，直接开口：听说你把那个小妖精也带回来了？厉文川的冷脸立即扫向任悠然，任悠然耸耸肩，一副无辜模样：我什么都没说，你看到了，我连电话都没来得及打。厉母猛地转身开始骂：你别看小优照片都登新闻了，你就这么对得起小优吗？论样貌、才学、性格，小优哪里比得上那个心术不正的小妖精？厉文川烦躁的回击：妈，你别一口一个小妖精，温婉她不是妖精。厉母一听更火了：你还护着她？你真是昏了头！我治不了你，爷爷会治你，赶紧去书房，爷爷在等你。厉文川只得冷着脸去了书房。厉母气得捂着胸口：孽障，怎么就生了个孽障？任悠然赶紧安慰：妈，别生气，身体是自己的。看着任悠然一副没事人的模样，厉母心疼的要命：小优，放心，我就是不认这个儿子，也不会不认你这个儿媳妇的，全家都会站在你这边。任悠然握住厉母的手，心里一阵温暖：妈，我没事。记得当年他割腕时，厉母哭得死去活来，自己住院1周都是厉母日夜陪着，任母却从未露过面。3年了，心里的那些不甘早已淡了，剩下的只有那一丝丝的无奈罢了。他会主动结束这段关系，但他是真的舍不得厉家。离开了这里，他还能去哪呢？和厉母聊了会儿，他就上楼了。经过书房时，他听见老爷子在训厉文川，故意慢了脚步。想跟小优离婚可以，公司的20%股份我会转给小优。你若是跟那个女人结婚，就从厉氏离职，厉家1分钱也不会给你。厉文川的声音听起来也有些愤怒：爷爷，您怎么能偏心？任悠然不过是任家的冒牌千金，我才是您的亲孙子，任家都不认他了，您这么在乎他干嘛？老爷子叹了口气，语气里满是失望：我不管小优是什么身份，我只知道他出生时我是第一个抱他的人，也是看着他长大的。任家因故与他有嫌隙，跟我们厉家无关。你应该明白，上一辈的恩怨与他无关，他始终是受害者。你不心疼他就算了，居然还和别人一块欺负他，你看看我答不答应？厉文川想辩解，但老爷子直接打断他：记住，你可以放弃小优的妻子身份，但你也放弃了继承人身份。你舍得？我不拦你。任悠然听了一会儿，转身回房。厉家人对他的好，真是无微不至。
自从他在任家出事，厉家就一直在支持他，逼着厉文川娶她，也是为了给他一个安全的依靠。半小时后，厉文川回到房间，看到任悠然坐在梳妆台前慵懒的卸妆，妆容一卸，镜子里倒映出她清丽的面容，脱俗之感厉显。厉文川冷笑道：“任悠然，为了留住我，你还真是不择手段。”任悠然转过身来，淡淡回应：“你这话可冤枉我了，我可没做过这样的事。”厉文川语气讽刺：“这不是你惯用的手段吗？以前割腕胁迫，现在又拿公司股份威胁，我倒是没看出来，你心机这么深，果然基因是能遗传的，怪不得血液里流淌着杀人犯的血。”任悠然的脸瞬间冷了下来，心头的怒火熊熊燃起。他毫不客气地回击：“你在爷爷那儿吃瘪，居然跑来讽刺我！你有本事就为了温婉放弃厉氏股份啊！你根本舍不得这里的家产，公司股份都比温婉重要吧？阿川、小优，明晚你们俩去石老太太的寿宴，好好准备一份大礼，务必在石景琛面前露脸，争取有机会与他接触。好了，吃饭的时候别老聊工作上的事了。”厉母趁机打断：“房间我已经收拾好了，今晚你们就去主卧睡。既然回来了，也该考虑要个孩子了。”任悠然在厉家有个属于自己的房间，结婚后他一直住在那儿，始终没有搬到两人共用的卧房。晚上我有事要出去一趟。厉文川冷冷地说道。厉母一拍桌子：“出去？去找那个狐狸精吗？今天你要是敢让小优独守空房，我就找人扒了他的狐狸皮。”妈，你别胡闹，看我敢不敢！任悠然坐在一旁，悠哉地喝着花椒鸡汤，看着这一场母子间的戏码。说实话，若说他完全放下，显然是不可能的。毕竟曾经信任的人让他遭遇了深深的背叛，他曾经疯狂报复过，但如今时间已经让他学会了释怀。但此刻他倒能像个局外人一样，看着这一切，心情颇为复杂。而他也忍不住好奇，厉文川究竟能为了温婉做出什么样的牺牲。卧房里气氛一片沉默，厉文川在阳台上给温婉打电话，电话里依旧传来哭声，厉文川耐心哄着，不厌其烦。任悠然不由得想起自己和厉文川相处时，他似乎从未如此耐心地哄过他。想起那段过去，心里微微有些嘲讽。如果当初没有遇到那个人，他或许依然不知道接吻是什么滋味。脑海中浮现那个人的模样，妖孽般的容颜，以及他吻他时那种情欲满意的模样。任悠然忍不住笑了出来。刚分手3个小时，竟然有些想他了。任悠然手指轻点手机，点开那个备注为小白脸的联系人。他忽然惊觉，自己和这个男人睡了3年，居然连他的真实姓名都不知道。这不能怪他，谁让每次见面都发生在晚上，见了面直接进入主题，情到浓时他叫的是宝贝啊，亲爱的啊。他不禁想，自己是不是有点像个渣男，提裙子时连人家的名字都没问过。就在他发呆的功夫，手机震动了一下，屏幕上显示的依然是那个备注小白脸。任悠然犹豫了几秒，最终还是接了起来。这么快就想我了？他的声音软糯诱人，仿佛能把人的骨头都融化。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终于传来一个低沉又克制的声音：“你现在在哪？”“在家呀。”“那过来悦兰别墅，我要见你。”任悠然轻松地用手指拨弄着头发，语气懒散：“不行，我老公回来了，今晚得陪陪他。”电话那头明显能听到男人怒意的声音：“不准跟他睡觉。”他嘻嘻一笑：“好啦，再闹就过了。分手费不满意的话，我再给你个铺面，你可以不用去黑马会所了。”任悠然：“我不在乎那些，你知道我是谁吗？”男人声音压抑，显然有些失控了。“不管你是谁，咱们已经没关系了。”他的声音温柔的像是哄孩子一般。电话那头，男人气得快要跳起来：“你敢挂我电话？”他毫不犹豫地挂断了电话，还顺手把手机调成勿扰模式，倒挂在阳台上。厉文川这时从阳台进来，瞥了他一眼，眉头微蹙：“谁的电话？”任悠然嘴角微扬，满脸无辜：“男朋友的。”厉文川像是在品味美酒一样，盯着任悠然的脸看了好一会儿，嘴角勾起一抹似笑非笑的讽刺：“找男朋友了？”任悠然挑了挑眉，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是啊，你不是总说寂寞了就找个男朋友吗？我这3年孤苦伶仃的守空房，找个男朋友也不算过分吧？”他故意一挑眉，似笑非笑：“怎么，州官放火可以，百姓点灯不行？”厉文川撇了撇嘴，淡淡耸了耸肩：“你找了男朋友也好，反正如果他能让你从此不再纠缠我，我直接给他一份大礼，亲自去谢他。”厉文川心里倒是没把他当真，他清楚任悠然的小心思，看他和温婉那边打电话，顿时明白了他这演技又开始上线了。至于那电话里男人的怒吼，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那股浓烈的醋意，想必这也是他故意让他听到的。两人自然没有睡在一起，任悠然翻身睡到床上，而厉文川则无奈的打地铺。绅士风度还是得保持。任悠然见状，心里不禁暗笑，睡前调低空调温度，还把遥控器藏了起来。半夜醒来，看到厉文川裹着枕头在地上瑟瑟发抖，心情顿时畅快了不少。第二天，厉文川感冒了，咳嗽的像是吞了几根沙子。任悠然出门时完全不理他，直接去电视台上班。他可是电视台的金牌主持，负责午间新闻，还有个小有名气的专栏节目《午间新闻眼》。不过最近
黄金档的玲姐跳槽了，任悠然正谋划着自己有朝一日坐上黄金档女主持的位置。下午4点，她回到了丽家，刚换好衣服，化了个精致的妆容。今天她穿了一条香云纱旗袍，完美勾勒出她的身形，穿着高跟鞋站在镜前，显得格外出挑。厉文川一进门，眼角忍不住扫过她的身影，嘴角勾起的笑意带着些许不耐。怎么样，合适吗？任悠然笑得更可信，站在她面前转了一圈，看不出你眼睛竟然还挺好使的。厉文川冷哼一声，不好看，黑色根本不适合你。任悠然翻了个白眼，转身站在镜子前，对着自己涂口红。难道你心里只有温婉适合穿黑色？他一边涂着口红，一边对着镜子中的厉文川露出一个轻佻的笑容，语气中明显带着挑衅。我偏要穿黑。厉文川本能地紧了紧眉头，感受到他那种有意挑逗的气场。他的每个动作都像是精心设计过的，迷人、骄纵，带着撒娇般的意味，仿佛专门在激起他某种情愫。不过他很快就意识到他的用心良苦。任悠然，这个女人果然是故意在勾引他。他咬牙忍住心中的不悦，冷声道：少耍花招，你就算什么都不穿，我也不会多看你一眼。说完，眼神不再停留在他身上，抬头丢下一句：我在车里等你。任悠然低笑一声，看着他的背影，心情大好，跟着他出了房间。10分钟后，任悠然也顺利坐上了车，厉文川靠在后座壁上沿，命令司机老陈去麓山别墅。车子在山道上蜿蜒而上，路边的梧桐树枝纷飞漫，遮天蔽日，光线骤然暗下来，仿佛穿行在一幅长长的草原。车内安静的，只听见引擎的轰鸣声。不知道过了多久，终于车窗外的景色变得豁然开朗，一座宏伟的建筑出现在视线中，宛如一座古堡，气势磅礴。周围的草坪上停满了豪车，白衬衣黑马甲的侍应生穿梭其中，礼貌地接待宾客。任悠然看到自己和厉文川的车也在侍应生的指引下停到了露天停车场，这场所显然不简单。任悠然和厉文川跟着侍应生走进了那座气派的城堡，光是那座古老的大门就足够让人感到自己仿佛进入了一个历史悠久的宫殿。大门一开，映入眼帘的是一条铺得笔直、鲜红耀眼的地毯，仿佛是通往天上的阶梯，华丽的让人无法忽视。红毯的尽头，石老太太正站在人群中央，周围围着许多宾客，气氛相当热烈，仿佛一场盛大的皇室典礼。下一位献礼的是云城厉家，侍应生的声音在空气中回荡，带着一丝恭敬。任悠然和厉文川迈步走向前方，眼角的余光瞥到站在人群里的任甜甜，他的目光一瞬不瞬地落在了任悠然的身上，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随后转为嘲讽的笑意。厉家送来的贺礼真让人期待。任悠然礼貌地微笑着打开了自己的锦盒，里面整齐摆放着一段段小巧的熏香，每一根香条都像是经过精心雕琢的艺术品。石老太太，这是厉家送给您的生辰贺礼，希望您喜欢。任悠然的语气温和，但不失礼貌，仿佛他并不在意外界的眼光。任甜甜站在人群中，目光里充满了不屑。他知道任悠然有制香的爱好，但这份爱好怎么能在这种场合撑得住场面呢？他偷偷撇了撇嘴，暗自嗤笑。老太太接过锦盒，轻轻打开，拿起一根香放在鼻尖轻嗅，脸上露出了一丝愉悦的笑容。谢谢任小姐。她的语气很温和，但任悠然却不禁愣了一下。刚刚登记的是厉太太，怎么她却知道她的姓氏？石老太太，这香是我做的。任悠然心里疑惑，但面上依然保持着优雅的微笑。正要开口解释时，任甜甜却打破了平静。我听说厉太太有制香的爱好，这熏香该不会是厉太太自己做的吧？她故意压低声音，带着一丝戏谑。任悠然微微一笑，点头道：是啊，这是我的一点小爱好。这款香叫做李王花净沉，是用蔷薇、沉香以及各种香料按照古法制作出来的，香气温和持久。但他话还没说完，任甜甜就忍不住插话，目光如厉太太，您随手将自己做的小玩意当成老太太70岁的贺寿大礼，未免也太不尊重老太太了吧？这一盒小小的香薰成本能有多少钱？1000还是1万？他的语气不无挑衅，声音也不小，仿佛是刻意让所有人都听到。顿时，四周的宾客们的目光纷纷转向了任悠然和厉文川，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所有人都在等待着他们的回应。任甜甜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她知道今天这一场，她成功的把任悠然和厉家推向了风口浪尖。厉文川的脸色变了几分，昨晚因为吹空调感冒了，今天头昏脑胀，没想到自己委托任悠然准备的贺礼居然成了这样的笑柄。他心中有些不满，但因为老太太的寿宴，他必须保持冷静。然而他的愤怒并没有爆发，因为他知道这件事的关键在于昨晚他爷爷强调过这次宴会对厉家的重要性，甚至给了贺礼预算没有上限。结果任悠然竟然拿出了一盒自制的香料，简直是在拿厉家的名声开玩笑。如果因为这点小礼物得罪了石家，那度假村的项目可就真的泡汤了。厉文川的脸色越来越难看，正要开口训斥，然而任悠然却早已看穿了他的心思，毫不急躁地接过话茬。我听说3年前老太太因失眠来云城休养，正好这款香有安神助眠的效果，希望能对老太太的失眠有所帮助。任悠然微微一笑，眼底闪过一丝得意，这可是他早就做过功课的成果。
任甜甜的嘴角一翘，眼底溢出浓浓的不屑，区区一款香料而已。厉太太，你也未免太夸张了吧？这香薰能治病，医院就该倒闭了。话音刚落，站在老太太旁边的红发女子闻了闻锦盒里的香味，顿时有些异样。这香味不对啊，感觉像是传统的李王镜花陈，还带点药香味。任悠然不慌不忙地回应：我改了传统的配方，加入了菖蒲、夜交藤等安神的草药，所以有些药香。她的话语平淡，却又不失一丝自信。石心怡不愧是石家的人，直截了当地笑着对老太太说道：奶奶，您不喜欢的话就给我吧，我挺喜欢这香的。老太太立刻笑着回应：谁说我不喜欢？她看向任悠然，眼神中不禁透露出一丝欣赏。这香啊，刚闻了一下，真是神清气爽。老郑，把它收进我的卧房，免得被人打主意。管家老郑忙不迭地接过锦盒，像接宝物一样小心翼翼地离开了。任甜甜在一旁简直快气炸了。他送的800万珠宝，老太太连看都没看，而这盒自制的香料却引得老太太如此青睐，她简直要笑出来。这些上流社会的人，脑袋被门夹了吧？不过送礼的环节还在继续，气氛也逐渐轻松了些。送完礼的人渐渐散去，任甜甜不想再待下去了，刚转身准备离开，耳边便听到一阵窃窃私语。那个女人好像就是3年前任家找回来的亲生女儿，听说以前一直在乡下，怪不得看起来一身土包子气息呢。珠宝都要跟老太太说价格，难道她没看到老太太手腕上的帝王绿翡翠手镯吗？2个亿的东西，她那条 Queen 入门款项链敢标800万，真是让我替她感到尴尬。你们都不懂，刚才那位送香的就是任家本来的女儿。有人低声道，这就说得通了，居然在这种场合故意刁难人，真是够坏的。倒是厉太太不仅大方优雅，气质也完全不同，真的是贵气天成。是啊，那李王花净尘香味真好闻，远远就能感觉到高级感，这才是顶级奢侈品，真不像某些人只会在价钱上做文章。任甜甜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铁青，她看着这些人对任悠然的赞美，心里像是被火烧了一般。她的优雅，她的从容，她那由内而外散发出的贵气，明明是自己辛苦得来的，为什么每个人却都把目光集中在任悠然身上？她不过是个乡下来的土包子罢了。有一天，我一定会揭开你的面具，让大家看看你本来的模样。任甜甜在心里暗自发誓。送完礼后，任悠然和厉文川一起走向了宴会厅门口的桌子。现在宴会还没正式开始，场内宾客们都在自由活动，许多人还在热烈交谈。2人站在一旁，显得有些无所事事。手机铃声忽然打破了短暂的沉默，厉文川低头看了一眼，似乎是个紧急的电话，他匆匆朝侧门走去。任悠然也没在意，轻松地看向周围，欣赏着宴会厅内的古董收藏。一面巨大的宋代青花瓷吸引了他的目光，精致的绘画和完美的釉色，仿佛诉说着几个世纪的历史。他走近一探究竟，正当他陶醉在这些艺术品中时，一个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您是厉太太吗？一个小姑娘站在他面前，眼睛里闪烁着好奇的光芒。任悠然优雅地转过身，眼神淡然地看着他。是的，有什么事？小女子白浅，京城军区司令的孙女。女孩笑得有些羞涩。我可以冒昧地问您，您那个李王花净尘的香料配方是怎么调制的吗？任悠然眼中闪过一抹玩味的光芒，刚想开口，女孩迫不及待地补充道：我很喜欢这款香料，若是能买到您的配方，不论多少钱，我都愿意。任悠然微微一笑，故作神秘：这配方其实不是什么秘密，只是我自己喜欢调制，送给你也没什么问题。女孩眼睛亮了起来：真的？那太好了，我可以拿到配方吗？当然。任悠然淡然一笑：加个微信，晚上我把配方发给你。白浅迫不及待地掏出手机，迅速加了任悠然的微信，连声道谢。没过多久，几个同样打扮得体、气质优雅的女孩也围了过来。厉太太，能不能加我微信？我也想要配方。其中一位小姑娘笑着开口：是啊，我们也好想要。另一位女孩附和道。原本她只是随便回应一个人的请求，没想到这一圈小姑娘都围了上来，每个人都热情地要求加微信。但看到他们背后那些不简单的背景，任悠然便明白了他们的心思。这个圈子里，谁家有钱谁有权，谁是大人物的亲戚，谁就能轻松跻身上流社会。于是他一一加了他们的微信，并答应晚上把配方发过去。毕竟这些人背后可都是金圈的名媛，顶级财阀的千金。远远看着这一幕的任甜甜气得几乎咬碎了牙。他看着一群金圈名媛围着任悠然，不由得对旁边的母亲任月书吐槽：妈，这些人怎么回事？竟然去讨好任悠然，他们到底图什么？任月书冷冷一笑，眼神里闪过一丝深意：他们不是傻，只不过是看到了真正的价值。老太太的生日送了那么多贵重的礼物，只有她的礼物入了老太太的眼。他们这是想要借此与老太太拉近关系，方便日后讨好石家。他顿了顿，声音低沉而悠远：这些女孩中肯定有一个会成为石家的少奶奶。你不要忘了，石家才是云城的权贵，任家虽然不差，但和石家比差得太远。任甜甜不甘心地哼了一声，满脸不屑：讨老太太的欢心有什么了不起？石景琛娶谁，难道还不由得他自己说了算？我看说不定他根本不喜欢那些千金小姐，
反而更喜欢像我这样的女人，独立、与众不同，像个灰姑娘。我叹了口气，眼神有些复杂。甜甜，你还是太年轻了，你自己心里清楚，云城虽然不如金圈，但也算得上是个不错的家世。你有你的优势，但石家那样的大家族，根本不是我们这种小门小户能盯上的。他拍了拍女儿的手，声音柔和却坚定。但放心，妈妈一定会在云城为你找到一个适合的好人家，绝不会让你将就。任甜甜一边听一边若有所思，脸上浮现一抹难以察觉的阴影。妈，你也说了，云城不如京城，人往高处走，谁知道石景琛到底喜欢谁？我才不会放弃追求我的幸福。任月书摇了摇头，露出一脸的无奈表情。有时候门第真的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富人比普通人更现实，特别是那些世家高门，门当户对才是他们的优先考虑。语气带着些许感慨，王子与灰姑娘的故事恐怕永远只是童话。另一边，几位小姑娘围在任悠然身边，亲热地叫她姐姐。任悠然也顺势温柔地回应，逗得这些小千金们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不过她能感受到这些女孩们之间的暗流涌动，虽然面上是甜美的笑容，但背地里她们早已开始较劲，互不相让。上个月我还见到她，她居然夸我变漂亮了。那不可能，老太太的请帖还没发出来之前，石哥哥根本就没在云城，你怎么可能见到她？好吧，我撒谎了。不过你怎么这么恶心，居然敢叫石哥哥？你跟他认识吗？你又没和他说过话。任悠然默默聆听着他们的争执，终于弄明白了，这群女孩全都喜欢石景琛。任悠然不禁有些困惑，明明他们的家世地位都高不可攀，怎么每个人都非石景琛不嫁呢？白浅似乎察觉到了他的疑问，尴尬地笑了笑。任姐姐，我们真的都喜欢石景琛，但这并不是因为石家富有，他那张脸真的是，见过他的人再也不会觉得其他男人能与之媲美。任悠然听了忍不住笑了，原来这群人不过是颜控罢了。他自己也喜欢好看的男人，若说他当初看中那个俊美的男人，除了酒后的误会，后来的包养无非是对颜值的沉迷罢了。正当他若有所思时，管家突然匆匆进来，走向老太太的座位。少爷回来了。宴会厅顿时安静了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门口。少爷，难道是石景琛？这些上流社会的千金们纷纷屏息期待，紧盯着门口。任悠然也不禁顺着他们的目光看去，只见一条修长的身影踏入了宴会厅。男人身穿高级定制西服，搭配一条深蓝色领带，身形高大挺拔，宽肩窄腰，腰背笔直，步伐如同踩在众人心尖上一样，每一步都引人注目。从身形来看，的确是极品。任悠然不自觉地赞叹了一声，接着他的目光移向了男人的脸。当视线落在他那张完美的脸上时，任悠然的身体仿佛瞬间僵住了，一股冰冷的感觉迅速蔓延全身，像是被人下了定身符一般，他的血液几乎凝固。男人的视线并没有在他身上停留片刻，冷冷地擦肩而过。任悠然依旧呆站在原地，久久无法回过神来。他只觉得心跳突然加速，气息也变得有些沉重，最后才低声问道：“他是谁？”旁边的小千金们立刻纷纷开口：“就是石景琛啊，金圈唯一的那个。3年没见，他好像更帅了，也更冷了。某人不是还说要追他吗？结果连个招呼都不敢打。你不也是？”他们又开始争论了，但任悠然依旧呆愣在原地，久久没有回过神来。他低声喃喃：“是他吗？不可能吧？”任悠然猛地回头，目光紧紧锁定在男人挺拔的背影上。随着他走过的地方，周围的人像是被一阵寒风扫过，浑身都被那股冷冽而压迫的气场所震慑。那些围绕着他的目光，既有尊敬，也有仰慕，甚至带着一丝的恐惧。然而，这一切和他熟悉的小白脸完全不搭边。他的小白脸身上根本没有这种冷酷与威慑，他像是一个永远在阳光下的存在，炙热、自由，带着一种狂野的魅力和不羁的气息。而眼前的这个男人完全是另一个世界的存在，气质清冷尊贵，不似凡尘。任悠然尽力说服自己冷静下来，但内心深处还是有一丝不安在蠢蠢欲动。宴会的礼物送完后，宾客们开始落座。任悠然早早地坐到了自己的位置，他环顾四周，却再也没看到那个男人的身影。他不动声色地掏出手机，目光落在通讯录里的小白脸那个备注上，盯着号码。他心头有种莫名的不安，就像是被什么东西盯着一样。突然，他的目光下意识地抬起，正好对上了宴会厅2楼那道冷冷的视线。那是他。任悠然心跳一顿，距离有些远，他不确定那人是否在看自己，但心跳加速的感觉告诉他，他的猜测或许并非错觉。鬼使神差的，他直接拨通了手中的号码。电话那头一片寂静，直到他的目光再度锁定在2楼的男人身上。那男人依然站在那里，冷峻的姿态没有任何动摇，只是明显的，他的那只手举着手机放在耳边，似乎正在接听。他的心跳如雷般响起，任悠然低下头，将手机缓缓放到耳边。说话。那低沉的声音透过电话传来，冰冷而熟悉。任悠然没有立即回应，目光依旧定格在那个男人的身影上，直到几秒钟后，他终于按捺不住，直接挂断了电话。与此同时
2楼的男人也缓缓地将手机收进裤袋，仿佛在回应他的决定。任悠然的心脏猛地一沉，空气仿佛被压得愈加沉重，难以喘息。他无法相信，眼前这个高高在上的男人，竟然是自己曾经包养过的小白脸。他的脑海里闪回着那段过往，那时的他和这个男人的每一次相遇都那么充满激情和冲动，毫不顾及任何的世俗眼光，只图一时的欢愉。他的脸如妖媚般吸引他，渐渐的，他发现自己早已为他迷了心智。以后姐姐养你好不好？那时候他曾这么问他，开出了一张10万的支票，而他也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他的提议。3年的时间，他一直住在他安排的地方，每个月他都会定期给他10万，作为他们之间的默契与维系。那些时光对于他来说，曾是狂热与肆意的象征。而当理智开始恢复，他才发现这段关系早已脱离了他的掌控。他原以为这段关系会随着时间慢慢结束，彼此再无交集，但眼前的一幕却让他意识到，那曾经脆弱的猎物，如今早已蜕变成了猎人，正以冷静而精准的姿态，将他牢牢套在了他早已设置的圈套中。任悠然看着眼前的男人，他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他不禁想起了第一次见到他时的情形。那晚，沈诺拉着他去了黑马会所，那一晚的酒醉让他失去理智，而那个男人如同从梦中走出的妖孽，深深地勾住了他的魂魄。回到现实时，任悠然终于明白了，那段关系并没有真正结束，他从未摆脱过那个男人的控制。而如今，他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曾经的猎物早已成了他无法逃脱的命运。任悠然坐在那里，面色苍白，整个人看起来像是刚从悲剧电影里走出来，眼神空洞无神，仿佛失去了所有的挽魂。那双原本闪烁着魅力的眼睛，此时好像被抽走了颜色，显得异常沮丧。他平时那种风情万种的样子，今天竟然变得有些楚楚可怜，让人不由自主想要去关心他。厉文川坐在他旁边，忍住了想要关心的冲动。这个情形不难猜测，8成又是任月书和任天天惹的祸。曾经那个叫了20年的母亲，现在连见面都不认识了，这算什么情形？任月书和任甜甜显然没有和他们同桌，酒席也很快就开始了。厉文川注意到任悠然一杯接着一杯的喝酒，显然是有心事。他看起来像是想把自己喝醉，闷一闷心里的不快。第3次给自己倒酒时，厉文川终于忍不住了，伸手按住了他的酒杯。你还是个女孩子吗？喝这么多酒干嘛？他声音带着几分无奈。任悠然却笑着抬眼看他，声音微带挑逗。怎么，关心我？厉文川冷冷一瞥，今天是重要的场合，你要是喝醉了，丢的是厉家的脸。任悠然嗤笑了一声，娇嗔道：你别烦我，我失恋了，能喝点酒解解闷吗？厉文川望着他脸颊上的微红，心里忽然有些触动，但很快又恢复了冷淡。任悠然，别跟我玩这一套，今天你就算醉死在桌上，我也不会心疼。任悠然没再说话，不知道酒。他心里想，这个曾经的小白脸怎么变成了太子爷？他是不是知道自己厉太太的身份？当初是他包养了他3年，他竟然一直不解释，现在倒是越来越像个大人物了。丑！他无奈地感叹。酒席过得很快，客人们纷纷向主桌靠拢，厉文川也起身，走吧，去给石老太太敬酒。他走在前头，任悠然端着酒杯跟在后面，随着人流向主桌走去。主桌那边已经围满了人，老太太提前离席，只剩下石景琛在场应付场面。来敬酒的人不少，但大多数只是走过场，碰一下杯就算。见敬酒的人散去，厉文川抓住机会走到石景琛面前，满脸礼貌地说道：石四爷，我是云城厉氏的厉文川，久仰大名，敬您一杯。他双手捧着酒杯，显然等着石景琛与自己碰杯。刚刚观察了，其他人无论是谁都没有拒绝，至少会碰一下杯，但此时石景琛却连拿酒杯的意思都没有。厉文川的手悬在空中，气氛瞬间变得微妙尴尬。正当厉文川感到心情沉到谷底的时候，石景琛突然淡淡的开口：厉氏，是地景建筑的厉氏吗？厉文川心里一动，暗道竟然知道地景建筑。他迅速补充道：厉地景是我爷爷，他一直在我面前夸奖石四爷您是商界的天纵奇才，还说这次度假村开发区的项目，如果厉氏能够和石氏合作，那简直是天大的荣幸。他刚好愁没机会引出这个话题，没想到石景琛居然主动送上门。这不，机会来了。他并不指望石景琛会马上答应合作，毕竟1000亿大项目3言2语就能谈成，显然不可能。但至少要让石景琛记住厉氏，为以后争取更多机会，才能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石景琛转动着手中的酒杯，虽然坐着，依然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仿佛要让人抬头仰望。那股冷白的气质和他冰冷的语气，让周围的人都忍不住打了个寒战。度假村的项目可以跟任何人合作，唯独不可能跟厉氏。这句话甫一说出，围在桌子旁的人全都吃了一惊。大家中不少人早就眼馋那个开发区度假村的肥肉，刚才听到石景琛提到地景建筑的时候，心里还真是羡慕了一下。可这话一出，羡慕的神色立马换成了幸灾乐祸，甚至带着几分好奇，厉氏到底是怎么得罪这位金圈的太子爷，居然连合作的机会都没有。川也感到震惊。直到今天，厉氏和石家从未有过任何接触，更别说见过石景琛本人了。石景琛怎么会突然这样？
他脸色微变，忍不住问14爷，冒昧问一句，厉家哪里得罪您了吗？14爷突然站了起来，眼神扫过厉文川，最后停留在他身后的任悠然身上。石景琛的面色依然冷漠，但他那冷白的皮肤和微微挑起的眼角带着一股清冷的不食人间烟火的气质。那就要问问厉太太了。所有人的目光瞬间集中到任悠然身上。厉太太真是美得不可方物，几乎是今天宴会里最耀眼的存在。周围的目光纷纷转向她，带着一丝审视和好奇。任悠然显然没有预料到石景琛会突然发难。厉文川转身，眼神冷冽，语气中带着些许责备。任悠然，解释一下，到底怎么回事？他的脑袋有些乱，怎么会是任悠然得罪了石景琛？他和石景琛之间难道有过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任悠然深吸一口气，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笑容，轻轻走上前。没想到石总这么记仇，3年前不小心蹭了石总的车，当时我不知道您的身份，只丢下1000块就匆匆离开，真是没想到石总竟然还记得。他心里暗道，被逼得只好编个谎话，真是没办法，总不能告诉他们3年前我和石景琛有过一夜春风，现在又甩了他吧。现场的众人恍然大悟，厉文川也终于松了一口气，原来如此，只是个误会，竟然真的是3年前的事。14爷的车定是贵重物品，那1000块显然不够赔偿。厉文川冷声说道，你快过来给14爷道个歉。大家看着他对任悠然的态度，不禁感叹，这位厉公子真是一点都不懂得怜香惜玉啊。看到石景琛没有反驳，任悠然大方走过去，端起酒杯，3年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多有得罪，在这里向石总道歉。他笑意含蓄地说道，还请石总大人大量，别和一个小女子计较。石景琛突然笑了，笑得有些冷，红唇微勾，整张脸显得颇为妖艳。他挑了挑眼角，声音低沉而带着一丝不怀好意，厉太太，你就这么一杯酒，就想把我这3年的郁结之气一笔勾销？在场的众人纷纷感到一阵惊悚，暗自感叹，这位金圈太子爷真是个记仇的主，3年前刮了他的车，竟然能惦记到今天，还要当众刁难任悠然。大家一边警觉自己千万别得罪他，一边向任悠然投去同情的目光。那石总，您到底想怎样才能消气？任悠然语气轻松。石景琛拿起桌上的一瓶未开封的白酒，嘴角微扬，一杯不行，那就1瓶吧。周围人一顿口呆，要一个纤弱的女子喝1瓶烈酒，简直是谋杀。可是旁边早已有人开始捣鬼，1瓶酒被迅速倒成10杯，整整齐齐地摆在桌上。石景琛的目光深深锁定任悠然，声音冷冷说道，厉太太，请吧。任悠然心里一动，觉得这瓶酒倒也能算是个买断3年孽缘的好选。任悠然迈步走到前面，轻松地拿起1杯酒，石总，您说话要算数，我把这酒喝完，咱们的恩怨也就一笔勾销了。至于您对厉氏的偏见，至少也得让他们有公平竞争的机会吧。那当然。石景琛的声音中竟然透出一丝莫名的愉悦。他刚举起酒杯准备喝，就听到一旁有人窃窃私语，这厉太太真是女中豪杰，不仅美得能让人晕倒，还那么飒，真是有气场。可惜她那老公实在不顶事，人家冲锋陷阵，她倒是只会站那儿像个挂件，活像个吃软饭的。这些话精准无误地传到厉文川耳中，让他脸色不断变换，像在坐电梯的速度，一会儿白一会儿红。这些人难道就看不出来，任悠然根本就是被逼得不得不去应付这些麻烦的吗？真是好心没好报。不过作为一个男人，他自然得保持尊严。他深吸一口气，直接从任悠然手里夺过酒杯。她是我太太，她的错，我来代她跟14爷道个歉。这酒我替她喝。原本以为石景琛会拒绝，没想到他只是淡淡的说，厉公子真是个好丈夫，喝吧。厉文川完全骑虎难下，干脆狠了狠心，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刚放下杯子，下一杯就又递了过来，一杯接一杯，他的头开始越来越沉，感觉整个人仿佛要掉进酒海里。厉文川的酒量从来就不怎么样，尤其今天又带着感冒，头疼的简直像有人在脑袋里敲锣鼓。喝到第8杯时，他终于撑不住了，摇摇晃晃的几乎要栽倒。大家都知道他酒量不行，尤其任悠然清楚得很。还有2杯，我来。任悠然眼疾手快，看到厉文川放下酒杯，立刻走到桌前，拿起酒杯，毫不犹豫地一饮而尽。他动作优雅，一气呵成，简直如同一位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喝酒也能那么美。大家都愣了几秒钟，然后突然竟是自然而然的赞美。任悠然放下酒杯时，脸上带着一抹微妙的红晕，那种淡淡的晕染让她看起来更加鲜活迷人，就像盛夏的玫瑰，热烈而迷人，光彩照人。酒喝完了，石总，您现在应该消气了吧？他的语气含蓄，却又带着一丝挑衅。石景琛的脸上并没有什么表情变化，甚至比刚才更加冷漠。他唇角轻微一挑，厉太太和厉公子真是伉俪情深。说完，他仿佛发现自己在这个场合的存在感突然消失了，转身过去，似乎对一切失去了兴趣。其他人也见风使舵，赶紧凑上前去敬酒。这一波小插曲终于结束了。任悠然扶着厉文川回到座位，厉文川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胃里翻江倒海，完全不敢再忍受多1秒的酒精侵害。他简直像是坐在火山口。我去一趟洗手间。
任悠然坐在位置上出神，目光不自觉地瞄向主桌的方向。正愣神的时候，突然觉得胸口一凉，不知从哪里飞来一杯红酒，直直地泼在他身上。任甜甜那张假模假样的笑脸随之浮现，语气温柔得像个小天使：“哎呀，对不起，我正要去敬酒，结果不小心被地毯绊到了，真是不好意思。”任悠然抬头，眼底闪过一丝怒意，心中已经了然，真是有备而来。刚才与任悠然加了微信的几位小千金，恰好在附近聊得正欢，看到这一幕，纷纷蜂拥而上，围了过来。任悠然冷静地说道：“没事，我去洗手间清理一下。这么多酒，哪能清理干净啊？心怡，快去给任姐姐找件干净的衣服换上。”旁边一个小姑娘显得异常急切：“任姐姐，我带你上楼去，给你找一件新衣服。”那是之前站在老太太旁边的红发女孩石心怡。任悠然对她颇有好感，于是也没有推辞，毕竟上身已经湿透，白色旗袍上的红酒字几乎成了涂鸦艺术，根本掩不住。他也懒得再推脱，那麻烦石小姐了。任悠然跟着石心怡从侧门的电梯上去，一路上走过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的尽头可以清楚地俯瞰宴会厅的一角。他目光随意地扫了一眼主桌，发现石景琛已经不在那里了。石心怡很快打开了一扇门：“任姐姐，您先在这儿等一下，我去给您拿衣服。”他快步走了出去。任悠然点了点头，走进了房间。过了一会儿，石心怡带着一套衣服进来了，她手里拿着一件黄色的小吊带和一条深蓝色的阔腿牛仔裤，显然是刚从英国回来的。“我今天刚回来，这里只有这些，实在没礼服了。”“这已经很好了，谢谢石小姐。”任悠然微笑回应。石心怡笑了笑：“那我先出去了，您换好衣服就下来。放心，这个房间常年没人住，门是指纹锁，外面没人能进来。”话音刚落，石心怡便出去了，还紧急关上了门。任悠然拉开房间的窗帘，走到沙发旁，准备脱下身上的旗袍。就在他脱到一半时，门口突然传来动静，房门竟然毫无预兆地被推开了。任悠然反应极快，立刻拿起刚脱下的旗袍。他下意识地转头，突然与一个男人的黑眸对上，那一刻他的心跳漏了一拍。男人眼中的惊讶一闪而过，随即变得更加深邃，像是深海中的漩涡。他长腿迈进房间，迅速将门关上，站在他面前。任悠然的眼睛已经不自觉地瞪大了，这不是石景琛吗？任悠然看着眼前那张越来越靠近的脸，突然觉得自己从未如此清晰地感受到一股危险气息扑面而来。他心里咯噔一下，随即一松：“石总。”石景琛的目光像是带了冰霜，冷冷地锁住了他的脸，声音低沉：“你怎么在这里？”“啊，这不，衣服被红酒泼了，石小姐好心给我拿了套衣服。”任悠然小心翼翼地解释着，但心里忍不住翻了个白眼，这可真是个意外的巧合，谁能想到他会站在石总的房间里？石景琛轻皱眉：“你不知道这里是我的房间？”任悠然：“我真不知道啊，石小姐只是说这个房间常年没人住。”他这话说的颇为无辜，心里却悄悄想着，这房间常年没人住，你倒是挺热情的给我开门啊。石景琛的眉毛挑了挑，眼里闪过一丝冷笑，他说的也没错，这3年我都住在悦兰别墅。悦兰别墅？任悠然愣了愣，脸上瞬间浮现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红晕。石景琛见状，心里似乎突然有点高兴，嘴角不由得扬起了些许笑意：“你先换衣服吧，待会儿我们再聊。”任悠然抿了抿唇，才意识到自己此时的尴尬状态。他站在这里，身上只剩下半件旗袍和一件米白色内衣，要是换衣服还真是有些难为情。不过他可不是容易害羞的人。“石总，听说过非礼勿视吧？”任悠然挑眉，嘴角挂上一丝讽刺的笑。石景琛却丝毫不怯场，大步走到沙发前坐下，目光犀利地锁定他：“我读书少，没听说过。”任悠然笑了，心里却想着，这个男人真是个光明正大耍流氓的高手，但也不能怪他，他都已经是他的老熟人了，什么该看的不该看的都早已见识过。他轻松地放下手里的旗袍，随手抓起了他的衣服。就在他低头的瞬间，身体轻微前倾，眼前的男人眼神瞬间变得深沉，几乎能滴出水来。他的目光划过他的身形，那份灼热仿佛要将他彻底烧融。任悠然的身材不仅有着纤细的腰线，还有那宛如精雕细琢的曲线，让男人的心跳不由自主地加速。正当他准备转身换衣时，突然一只大手毫不客气地抓住了他的手臂，下一秒他的人和衣服一起被拽进了男人怀里。任悠然愣了一下，几乎本能地想推开他，但当他看到他眼中不加掩饰的渴望时，他不由得心头一荡。再者说，面前这男人的吻可是堪称销魂，他怎能错过一次免费享受的机会？就当他开始渐渐放松时，手机的铃声突兀地响了起来，打破了这火热的氛围。他低声一笑：“有电话。”石景琛明显不愿放开他，目光如利箭般直射他：“管他呢。”任悠然顿时感觉到了压力，但他依然轻轻一笑：“是我老公的电话，我得接。”那一瞬间，石景琛的眼中闪过一丝意外的冷意，情绪瞬间陡然冷却。他从任悠然身上起身，突然间仿佛全身都失去了热度。任悠然拿起手机，看到上面的来电显示：“厉文川，你跑哪儿去了？”厉文川的声音透着几分严厉，但比刚才更清醒了些。“衣服被红酒洒了，我换件衣服，马上就来。”
他语气平淡，但心里却忍不住感慨：这场闹剧还真是不小啊！你真是麻烦。厉文川说完，直接挂掉了电话。任悠然也毫不拖延，挂了电话后开始换衣服。他选了一件黄色吊带衫，搭配深色牛仔裤，整个人看起来既休闲又带着一丝性感。他的容貌无论何种风格都能轻松驾驭，今天也是如此。悠悠，我们聊聊。换好衣服后，任悠然扭头看向那站在门口的石景琛。聊什么？他毫不在意地问。离开厉文川，来我这里吧。石景琛的语气依旧带着那股子不容抗拒的强势。任悠然却忍不住笑了出来。石景琛微微皱眉：你笑什么？你让我放下厉太太的光环，去做你那低调的情人？他轻挑着眉。厉太太的身份对你来说这么重要？石景琛有些疑惑。当然，虽然厉家比不上你们石家，但也算得上是富贵之家。做厉家的女主人，比做你那神秘小情人要风光的多了。任悠然毫不客气的回应。我可没打算让你做情人。石景琛继续坚持。难不成你想娶我？任悠然那一脸不信任的笑容让石景琛愣了一下。他如此玩味的眼神，他竟一时间无言以对。任悠然继续笑着，撩了撩自己那一头波浪长发，漫不经心的说道：石总，玩玩而已，何必当真呢？这3年咱们俩都玩得挺开心的，你不计较我对你的冷落和不温不火，我也没指责你对我假装的温柔，咱们好聚好散如何？他忍不住心里感叹，这个男人究竟是天之骄子，还是有某种隐秘的偏好，甘心被他当作随时可召唤的宠物养着。回想起这3年，任悠然确实有许多时候对石景琛的态度并不算好，偶尔不接电话，失联，心情不好时还会找他撒气。他从没把他当成一个需要特别珍惜的人，而只是一个能提供情绪释放的玩物。然而即便如此，3年过去了，他从未揭开自己真实的身份。任悠然有些难以理解，这位金圈太子爷难道真的是天生喜欢被忽视和宠坏？石景琛的眼神忽然深邃，像是一只生气的吸血鬼，暗沉的眸光几乎要穿透他的晚魂。他冷白的皮肤反衬的他整个人仿佛即将爆发的火山。任悠然，你爱你的丈夫吗？他的声音低沉而带着一丝不容置疑。当然，不然我怎么会嫁给他？任悠然毫不犹豫。他有情人，我知道，他根本不爱你。我知道，那你为什么还爱他？石景琛的眉头紧锁，语气带着不解。因为我们从小一起长大，青梅竹马，那种感情不是谁都能理解的。或许现在有些误会，但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会回到我身边。任悠然话语坚定，语气中却少了几分往日的柔情。他已经不再爱厉文川，甚至决定了要离开他，但他决心是自己做出的，而不是任何外界的强迫。所以你觉得他出轨，你包养我，都是为了报复你的丈夫？任悠然突然愣了一下，想了想，坦然道：是的，的确是这样的。接着他有些无奈的补充：不过我不知你的身份，如果知道了，估计我就不敢招惹你了。石景琛的嘴角微微翘起，讥讽的笑意溢于言表。原来3年下来，我石景琛不过是你复仇的工具。任悠然，真是真爱啊！他的话语中带着浓浓的讽刺。任悠然心里一紧，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果然，下一秒，石景琛猛地宛如一座山般挡在了他面前。他伸手捏住他的下巴，那股冷冽的气息让他不由自主地屏住了呼吸。任悠然，别以为我会当成工具使用完就丢，想甩我，那得看你有没有这个资格。石景琛说完，冷冷的转身大步离开，仿佛这场对话不过是他的一场小插曲。任悠然呆立片刻，才收拾心情走出房间。厉文川已经从醉意中醒来，看到任悠然换了衣服，却没有任何关心。宴席结束后，他们向主家告别，离开了那座豪华的麓山别墅。任悠然打开车窗，微风吹动他的头发，心里有些烦闷，仿佛招惹了一个麻烦的大佛，真是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车子驶入市区，厉文川闭着眼睛，冷冷的开口：今晚有事不回家，自己打车回去。任悠然心里清楚他要去哪儿，但还是默默打开车门。他打车回到厉家老宅，站在门口，厉母看到他一个人回来，脸色微变。不过任悠然淡淡的笑了笑，制止了厉母的追问：算了妈，他心不在家里，回来也不过是躯壳一个，随他去吧。说完他便上楼去了。厉母很少见到任悠然这副失魂落魄的模样，一时也没想到到底发生了什么。整整1周后，厉文川才回家。这1周，任悠然过得平淡如常，唯一不同的是，他再也没有去过月兰别墅。以前他每周都会去那儿2、3次，可老太太的大寿过后，他再也没见过石景琛。他是不是放过我了？任悠然有些疑惑。这日，厉文川终于回家了。晚餐时，厉母大发脾气：你心里还有没有这个家？从今天起，你再不回家，我就当没有你这个儿子。厉文川有些不耐烦地低下头：妈，这几天我都在公司，忙得连觉都没睡，工作都没做完才回来的。厉父也帮腔：是啊，我问过张秘书了，阿川这几天睡在公司公寓。厉母顿时语气软了下来，转而关心起他的工作。那工作顺利吗？厉文川放下筷子，
眼神不自觉地朝任悠然扫了一眼。得感谢某人，工作一点也不顺利。怎么了？厉文川冷冷地说道。今天时事公开邀标，100家建筑公司都收到了邀请，就连云城那些比厉文川还差的公司都被邀请了，唯独地景建筑没有，连招标文件都没收到。这一切都要感谢你们的好戏。提到瀚海大厦，任悠然突然想起了曾经的小白脸。他记得那次遇到他时，他自信地说：“我就是这座大厦的主人。”那时他只是笑他异想天开，没想到原来他早就暗示过他。餐桌的气氛顿时凝固，厉文川望向任悠然，眼底掠过一丝讽刺，是不是觉得自己什么都能摆平？你闯的祸，现在得自己收拾。任悠然愣了一下，表面上不动声色地笑了笑。厉母立马替任悠然辩解：“小优又不在厉氏工作，怎么能怪他？谁让他3年前得罪了10家太子爷，结果丢了1000块，还侮辱人家呢？”厉文川没有放过这个机会，带着幸灾乐祸的表情继续揭露往事。气氛愈发沉默，任悠然有些无奈，这下可真是麻烦了，看来我得找个办法应付这残局了。良久，老爷子终于开口：“这个项目若真拿不下，就算了吧。”厉文川有些急了：“爷爷，你之前还说这项目关乎厉氏的生死存亡，怎么一提到任悠然，就一句算了？他上门道个歉就算了，大不了被嘲笑几句，厉氏的未来还不如他的面子重要。老爷子这偏心也真是有点过了。”老爷子正欲再说些什么，任悠然站起身，干脆利落地说道：“爷爷，明天我带些礼物去瀚海大厦给太子爷赔个不是，争取一下厉氏的投标资格。既然这事是因为他自然不能推卸责任。”厉文川听到这话，嘴角微扬：“好啊，我明天等着接收时事的招标文件，别让我失望。”他根本不看好任悠然能成功。第二天一早，你好，请问石景琛的办公室在哪一层？4个穿着职业装的前台看到他直接叫石景琛的名字，都露出了一点不屑。其中一个高挑的尖下巴女孩不耐烦地说道：“你就这么直接叫我们总裁的名字？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任悠然差点脱口而出包养关系，但还是笑着解释：“我是代表厉氏过来和石总谈一些工作的事。”尖下巴女孩露出一丝轻蔑，厉氏也真是够阴的，居然还想用美人计。抱歉，我们总裁说了，厉氏的人一律不得入内。他说完，为了示意保安，在被请出去之前，任悠然淡定地说道：“抱歉，先打个电话。”他拨通电话，随便说了2句。此时，尖下巴前台已经急不可耐地喊道：“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把他扔出去！”然而，就在这时，尖下巴女孩一看来电，眼神猛地一变，居然是总裁办公室的来电。连忙接起电话，里面传来石景琛低沉的声音：“让他上来。”立即挂断电话，眼里闪过一丝错愕，似乎还没完全反应过来。是谁打来的？旁边的人好奇地问。是总裁。尖下巴女孩声音有些颤抖。在外界看来，石景琛一直保持低调，几乎不接受任何采访，外界几乎一无所知。但作为公司最八卦的前台，他们对总裁的信息自然了如指掌，瞬间就能分辨出电话那头的声音是谁。尖下巴看着任悠然的目光已经发生了变化，眼里多了一丝复杂的情绪：羡慕、嫉妒，还有一丝说不清的疑惑。这个女人究竟和总裁是什么关系？刚才的电话真的是他打给总裁的？难道他就是那个让总裁亲自打电话的人？总裁办公室在32层。尖下巴女孩的语气变得有些不耐烦，但还是不情愿地指引了一下。任悠然笑了笑，轻声道：“谢谢。”然后她优雅地转身走向电梯。电梯在32层停下，门开的一刹那，她就像一只轻盈的猫咪，悄无声息地走进了楼层。她沿着走廊走了几步，停在了总裁办公室的门前。没有一丝犹豫，任悠然轻轻敲了敲门。门开得很快，出来的是一个戴着金丝眼镜、看起来斯文有礼的男子。他伸手微笑：“我是总裁的秘书杜岑，总裁正在开会，任小姐可以在这里等一会儿。”任悠然微笑着点了点头：“我还是去会客室等吧。”杜岑的眼里闪过一丝玩味，他笑着说：“以任小姐和总裁的关系，您完全可以把这里当自己的地盘。”任悠然愣了一下，随后耳朵有些微红，但还是笑得从容。好，看来这位杜秘书对他和石景琛之间的关系了解得相当透彻。既然如此，他也无需再装作矜持。杜岑为他倒了一杯水后，便离开了办公室。任悠然环视了一下办公室，这地方果然与众不同，就像一个豪华套房。除了办公区，还有其他几个房间，只是门紧闭，无法得知里面究竟是什么。不过最吸引他的是办公桌后面那扇大大的落地窗。任悠然缓缓站起身，朝着那边走去，推开窗户，眼前的景象让他有些愣住了。整个城市尽收眼底，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城市的高架桥像是一条流动的血脉，永不停歇。他在窗前站了好一会儿，欣赏着这份难得的静谧与繁华。忽然，他的目光移向了办公桌，桌上堆满了文件，排列得整整齐齐。却有一样东西特别引人注意，一个水晶相框。照片里的小女孩约莫4、5岁，穿着粉色蓬蓬裙，扎着俏皮的羊角辫，手里抱着一只毛绒小兔子，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仿佛世上没有任何烦恼。照片的像素并不高，看起来像是年代久远的老照片，但那份明媚的笑容
依旧能照亮整个房间。虽然他不认识照片里的女孩，但那种熟悉感让他愣了愣。他伸手拿起照片，正准备仔细端详时，门突然被推开，一抹高挑的身影出现在门口，四目相对。男人站在那里，眼神深邃，看到任悠然手里拿着照片时，他眉头微微一皱，显然有些不悦。男人站在门口，似乎有意无意的在等他开口。任悠然挑了挑眉，笑着晃了晃手里的照片，随口问：“这是谁家的小宝贝？”男人的眉头瞬间紧锁，步伐一僵，随即大步走过来，一把将照片抢了回去，放回原位。小宝贝，你个大头鬼！哎呦，堂堂金圈太子爷也开始说脏话了，这算哪门子进化？任悠然笑着调侃。然而，男人这句话倒是让他感觉到些许的亲切，因为这不就是他们曾经那种毫无顾忌的交流方式吗？男人抬眼看他，眼神重新恢复了那股冷淡。你到底找我做什么？石景琛的语气依然带着些许不耐，冷漠的气息扑面而来。但任悠然早已不再被这种冷气打扰，反而带着些许思考。这3年，他始终没觉得这个男人冷淡过，反而给他的印象一直是热烈的，甚至有点过分的黏人。可现在，这股冷意却让他有点不知所措。难道在他眼前的这个男人，才是真正的他，还是3年前那个如火如荼的男人才是？他清了清喉咙，换上了公事公办的语气：“我和你之间的事情，能不能别牵扯到厉氏？厉氏也算是全国前10的建筑公司，时事就这么能视而不见吗？”男人随手拿起桌上的文件，语气依然冷静：“所以是厉文川让你来的吗？”“我自个儿来的。”任悠然摊开手：“孙总监，我知道我得罪了你，但我相信，作为庞大商业帝国的掌舵人，石景琛一定能做到公私分明。”男人抬眼，微微一笑，那笑容带着几分邪魅：“厉太太，别给我戴高帽，我这人最擅长公报私仇。”任悠然的眼神微微一沉，满眼无奈：“那你说要我做什么，才能让你给厉氏一个机会？”男人不急不慢地拍了拍大腿：“过来。”他抬头一看，语气自然：“好啊。”他一步迈过去，毫不迟疑地坐在了男人的大腿上。男人的眼色立刻暗沉了下来，显然这个动作他很熟悉，似乎每个夜晚都这样开始。任悠然清楚，他很吃这一套。男人轻笑一声，随即伸手捏住他的下巴，低头吻了上来。今天的任悠然似乎有点不一样，他不再一味享受，而是带着几分刻意的取悦。男人眼中的沉沦越来越明显，几乎要迷失其中。看着男人那略显迷离的眼神，任悠然轻轻撇开唇瓣，凑到他的耳边，声音娇滴滴，仿佛含苞待放的百合，带着一抹醉人的香气与蛊惑。能不能给厉氏发一份招标文件呢？男人的眼神深邃，仿佛一层薄雾缓缓散去，逐渐露出清明。他和她亲吻了这么久，脑袋里居然还能保持清醒。任悠然感觉到男人捏住她下巴，四目相对，眼底没有丝毫迷茫。他的声音冷得仿佛冰箱里的冷气：“美人计，白天对我没用。”任悠然眼睛一瞪，猛地从男人的怀里坐起来：“哦，没用早说嘛，害我演了这么久。”男人胸口一阵闷气，差点没喷出来。这个女人真是心狠手辣，她在感情的漩涡中差点溺水，而她却玩得这么潇洒。这件事真的没有转圜的余地吗？男人的眼神像针一样刺着她。任悠然眼底掠过一丝无奈，眼神有些犹豫。如果他现在坚定地说没有，他根本不想再多费口舌的纠缠，他对他也就剩下这点耐心了。男人开口，话带着几分交易的意味：“你答应我一个条件，我就给厉氏一个机会。”任悠然皱了皱眉：“什么条件？”男人微微一笑，声音依旧轻了：“从厉家搬出来，住到悦兰别墅。悦兰别墅是他的，但在前几天分手时，他已经无私地送给了石景琛。”任悠然几乎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行，那你现在给厉氏发招标文件。”石景琛看到他答得如此干脆，眼底闪过一丝怀疑。不过既然他答应了，他也没理由反悔。按照约定，他立即向厉氏发出了招标文件。与此同时，另一边，厉文川正在公司开会。突然，秘书一脸激动地抱着电脑冲了进来：“总经理，总经理！”厉文川烦躁地抬头：“怎么了？开会时不要乱闹。石氏发招标文件给我们了。”厉文川愣了一下，顿时也站了起来，眼睛亮了：“真的？让我看看。”他迫不及待地查看了邮件，果然石氏发来了招标文件。这意味着地景建筑终于可以和其他公司一起竞争了。厉文川松了口气，然而随即眉头紧皱：石氏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秘书依旧兴奋：“不知道啊，可能太子爷被您的一片真诚打动了吧？”其他人也纷纷跟着附和，但厉文川的眉头却紧紧蹙了起来，目光有些深沉。他亲自上门4次，结果石氏依然不给厉氏一个机会，怎么今天就有了转机呢？今天任悠然去了一趟石氏，结果厉氏居然收到了招标文件，这难道是巧合？任悠然在确认招标文件已发送后，准备离开。他的步伐轻快的像是在参加马拉松，似乎不打算和任何人浪费时间。但就在他快要离开时，石景琛心里突然有种不对劲的感觉。他看着他的背影，忍不住开口：“晚上我在悦兰别墅等你。”任悠然头也不回，嘴角勾起一丝笑意：“好啊，期待。”然后便直接走了。石景琛站在那，眼神像看着一团迷雾，觉得哪里不对劲。晚上9点，任悠然洗完澡，刚从浴室走出来，
手机铃声响起，电话那头，石景琛的声音冷得简直能结冰。任悠然，你敢放我鸽子？任悠然轻轻一笑，嘴角带着一丝调皮。怎么说呢？你答应我从厉家搬到悦兰别墅，怎么没见你来？任悠然慢条斯理的回答。石景琛几乎能想象到他此刻悠闲的模样，像是刚刚从一场舒适的 SPA 出来。我确实答应你从厉家搬，但我没说要什么时候搬啊。我计划5年后搬。5年？石景琛差点被气笑。你干脆说50年好了。任悠然依然笑得像个小猫。石总，您还有什么事吗？要是没事我就挂了，晚安。然后任悠然毫不客气地挂断了电话。悦兰别墅的3楼，石景琛气得牙痒痒，直接把手机砸了下去。任悠然真是个不按常理出牌的女人，她从来没想过她居然能这么耍无赖。任悠然倒是毫不担心，她的任务已经完成。度假村项目必须公开招标，厉氏拿到招标文书后，一切就按照官方程序走。整个过程有政府监管，时时在想使什么小动作，也无法把厉氏踢出局。要是厉氏没中标，那就只能怪命运不济，反正跟他也没关系。第二天一早，任悠然悠哉地去电视台上班。哎，早上这么吵闹干什么？走进来的是新闻主任宋飞，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他笑眯眯地看着旁边的新人。今天我们台来了一位新同事来小人，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是温婉。在场所有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集中在那个讲话的女人身上。她穿着一身简洁的白色衬衫，下配卡其色的半身裙，脚踩一双白色高跟鞋，似乎把优雅2字带在了身上。任悠然的目光也定格在了温婉身上，她那双漂亮的眼睛透出一丝冷意，像冰雪中突然盛开的一朵花，寒气逼人。大家好，我是新人，初来乍到，以后请多多指教。温婉笑得像朵盛开的花，弯腰行了个礼，态度谦逊的几乎让人以为她是个无所不能的天使。尽管履历光鲜亮丽，可她却刻意压低了姿态，竟然敢自称前辈。在场的人立刻变得更加友善，纷纷向温婉投以善意的微笑。温婉一一跟大家打过招呼，最后来到任悠然的面前，故作亲切地说：悠然，咱们可是老同学，今后我们就是同事了。我刚来不太懂事，还请你多多关照。众人眼中闪过一丝惊讶，这是个什么操作？竟然自称老同学。浅月忍不住插嘴：你们认识？温婉露出一个甜美的笑容，回应道：对，我们可是高中同学，也曾是最好的朋友。任悠然的笑容依旧，眼底却全是冷意。是，确实是同学，但最好朋友这个头衔我可不敢当。温婉的脸色微微一变，眼神黯淡下来，低下头轻声说道：对不起，我配不上做你最好的朋友，毕竟我出身寒微，一直以来是我自作多情。气氛瞬间凝固，温婉的眼中似乎有泪光闪烁，那楚楚可怜的模样，连旁观者都忍不住为她的深情心生同情。这时浅月立刻拉住温婉的手臂，轻拍她的背：别理她，悠然可不是什么好人，她在我们这里可是出了名的万人嫌，以后我们都是你的朋友。宋飞也有些尴尬的笑笑：温婉，先跟浅月熟悉一下吧。对了，9点新闻部开会。看着温婉被一群人簇拥着离开，任悠然心里确实有那么一瞬间的波动，但很快便恢复了平静，仿佛刚刚的一切都只是他的一场小小插曲。